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 AI 探索边界。香港科技大学完成了一场大规模实证研究，他们分析了近4万个 AI 生成的科学想法，结果发现 AI 科研智能体存在显著探索局限， AI 倾向于局部微调而非颠覆式创新。这意味着 AI 并未真正拓宽科学探索边界。研究为评估 AI 科研能力提供了关键证据，它也警示当前 AI 范式可能陷入原地打转。我们需要重新思考 AI 在科学发现中的角色。AI 科研能力的发展经历了4个关键阶段，逐步走向成熟。最初阶段是撰写摘要与文献综述，自动化程度有限，随后演进到实现算法与运行脚本，辅助代码自动编写。当前阶段为多智能体协作与反思迭代能力显著提升，多个 AI 角色可以共同讨论并反复修改研究方案。如今 AI 已能提出想法并写代码做实验的全套流程，但全自动大规模科学发现时代是否真的已经降临，这仍需深入检验，尚不能简单断定自动发现时代已至。所有顶级智能体框架都被要求提出高影响力的想法。然而，科学的真实发现路径恰恰需要跳出舒适区，在陌生领域里重组旧知识才是真正的探索本质。当前，人工智能指令与科学探索存在根本矛盾。智能体是在常规延伸上高效运行，还是真正开疆拓土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自动科学发现时代的可信度。研究者需要检验高影响力指令是否真正有效。大规模的实证数据将揭示智能体究竟在做什么。这项研究收集了近4万个独立生成的科研新想法，这些想法覆盖了19个核心研究领域，包括强化学习、图神经网络以及 AI 公平性等。研究使用了6款顶流的大语言模型作为基础，参数规模从8亿到350亿不等，同时测试了4种不同的顶级智能体框架，从零样本直出到多智能体协作对话。数据横跨2022年到2025年顶会真实文献。种子文献机制是本研究的核心评估框架，输入为5篇同一领域的顶会论文作为种子。AI 智能体读取摘要并构思新研究方向， AI 生成的科研想法作为其探索输出的代表，人类学者后续发表的真实论文作为对比基准，两者站在相同知识起点上进行比较评估。这种设计用于衡量 AI 是否真正拓宽了科学边界，结果揭示了 AI 与人类在探索能力上的本质差异。本研究比较了4种顶级 AI 科研智能体。Zero Shots 框架采用单步生成方式，它一次性阅读种子文献，直接输出想法。AI Scientist 循环自我反思，生成想法后自我批判并循环修改优化。Research Agent 多阶段验证，它将问题、方法、实验拆解并引入验证者打分。Agent Lab 模拟博士后博士生对话。本研究使用6款主流大语言模型，涵盖3个家族。Q1 系列包含 0.8B、4B 与 35B 3种不同参数量。Aula 系列包括轻量 1B 和 8B 这2个不同规模版本。Gemma 系列则贡献了 31B 参数的重型超大模型，参数范围从 0.8 到 35， 架构涵盖3大家族。模型大小跨越轻量与重型，确保结论的普遍性。多样化配置保证了实验结论不依赖单一模型，这为大规模实证研究提供了非常可靠的基座。如何公平对比3万余个科研长篇大论？每个想法被提炼为2个核心维度：研究问题，回答它；解决什么科学痛点；技术方法，指出它使用什么算法或架构。剥离掉修辞外衣后直击本质，这让相似度计算变得极度精准。2个维度构成科研想法的完整 DNA， 后续所有分析都基于这一分解。这项大规模实证研究揭示 AI 的想法高度内卷，相比人类学者， AI 更爱挤在同一概念空间。 AI 生成的想法在空间中分布非常密集，而人类学者的想法分布更加分散，这就像一个星团，中心明亮而边缘暗淡。 AI 倾向在已知领域内进行局部微调，它缺乏人类跳跃到新概念区域的能力。这一发现揭示了 AI 科研探索的局限性。 AI 生成想法的平均相似度高达 0.82 到 0.84， 同一领域内 AI 产出的想法高度雷同，而人类学者论文的相似度仅为 0.77， 这说明人类的研究探索面明显更广。 AI 倾向于在已知中心区域疯狂聚集，它们极少涉足陌生的边缘地带。这一数据证实了 AI 多样性的显著不足，也揭示了其局部微调而非全局探索的本质。
4种顶级 AI 框架的探索边界近乎完全重合。无论是单步直出的零样本，还是多智能体对话机制，它们划定的思想范围都呈现高度一致。复杂机制并未让 AI 实质拓宽探索广度，它仅仅提升了提案的文本逻辑连贯性。4种框架的边界圆环在示意图上完全重叠，这暴露了当前智能体在探索方向上的根本局限。单纯增加交互轮次不能带来新的突破方向。第二个核心发现是 AI 想法的引力依赖，即 AI 无法逃脱种子文献的影响，无论框架多复杂，都改不了这个模式。所有生成想法与种子文献高度相似，它们像被黑洞吸住一样原地打转。人类后续研究则能跳出原有框架，这限制了 AI 进行颠覆式创新的能力。目前 AI 科研只能做局部微调工作，轨迹可视化，将 AI 与人类的探索路径直观呈现。中心蓝光点代表种子文献起点， AI 平均相似度高达 0.92， 紧贴原点打转。人类后续研究平均相似度 0.88， 明显偏离原点。紫色方块组成的 AI 轨迹密集环绕中心，绿色箭头轨迹显示人类向外扩散。这一对比验证了 AI 无法逃脱种子文献的引力， AI 的探索范围因此被限制在极小的概念空间。与 AI 想法高度重合的科研方向多落入下游低地，这些方向往往难以获得高倍引，引用量显著偏低。这意味着 AI 智能体探索的并非高影响力轨道。为什么 AI 总是偏好这类低影响力区域呢？因为 AI 擅长在已知领域内局部微调，而非跳出框架；局部阐述易产生渐进式改进，而非颠覆式创新。高影响力研究常来自全新问题或跨学科边界，因此 AI 目前探索模式限制了其科学价值潜力。这项大规模研究给出了清晰的量化对比，该领域同年论文平均被引量为 54.9 次，与 AI 最相似，论文平均被引量 50.4 次，两者相差 4.47 次，引用统计高度显著。数据表明 AI 倾向于引用潜力较低的研究方向， AI 更擅长渐进式微调而非高影响力创新。这种偏好限制了 AI 科研智能体的科学价值，未来需设计机制引导 AI 追求更高影响力突破。研究发现 AI 的创新主要依赖旧方法重组，它极少提出全新的根本性科学研究问题，仅在已有问题上重新组合不同的旧技术，这类似于用旧拼图块去填满新研究图案。实证数据显示，这种模式非常普遍，新意高度集中于方法重组而不是研究问题，这限制了科学探索边界实现真正突破。当前 AI 缺乏提出全新研究问题的能力，这项统计数据揭示出人工智能创新存在显著的不对称性，超过 85% 的人工智能想法依然一直在使用旧的研究问题。具体来说， 85.1% 的研究问题早已在种子文献中存在，而旧的技术方法占比则为 62.6%， 明显低于问题的比例。这意味着人工智能的新意主要来自于方法的重组。然而，人工智能极少有能力提出全新的科学问题，这种模式本质上是给已知问题换算法套壳。人类学者则更擅长提出根本性的新问题。不同 AI 框架在方法重组上表现出显著差异。AI 科学家最为激进，热衷重组不同技术方法 ；Research Agent 最为保守，88.4%不换方法。但在提出新问题上，所有框架惊人的一致。他们都无法提出全新的科学问题，揭示根本局限。框架复杂性的增加并未带来问题层面的突破。当前 AI 智能体擅长重组，而非创造新方向。这进一步说明 AI 擅长局部优化，而非根本创新。案例用5篇 GNN 长程依赖论文做种子，4种顶尖智能体针对这些种子提出方案。零样本框架引入了多项式注意力机制。AI 科学家改用状态空间模型架构，研究智能体组合了注意力与低质矩阵。代理实验室在模型中添加了多项式扩散层，虽然名称各异，但本质都是给旧模型打补丁。这印证 AI 擅长局部修改而非提出新问题。本研究的核心洞察将人类与 AI 科研路径清晰对立。人类科学是全局探索，不连续跳跃。他们不断提出全新问题，寻找遥远新大陆。当前 AI 范式则是局部阐述，严密高效。它擅长在已有概念村落里平滑差值修补，因此 AI 更像是微调大师而非探险家。目前的 AI 科研智能体极为高效且有序，
但它们无法替代人类寻找方向的直觉。单纯堆叠更多参数和反思机制，已无法解决探索力不足的问题。下一代 AI 科研系统需学会衡量未知的价值，这要求智能体不仅生成逻辑自洽的 idea， 更要真正扩张人类科学的整体版图。当前范式在已知领域内高效修补，但面对全新方向仍缺乏直觉。教会 AI 去远航是未来核心挑战，唯有突破局部阐述，才能实现科学发现。本项大规模实证研究揭示了 AI 科研智能体的根本局限。AI 高效完成局部微调，但无法提出根本性新问题。近4万个 AI 想法高度集中于种子文献的引力范围，人类学者则善于跳脱旧框架，开拓全新研究方向。这一发现表明，当前 AI 范式只是局部阐述，而非全局探索。单纯堆叠参数或增加反思机制无法弥补探索力不足。未来的突破点在于教会 AI 衡量未知领域的真正价值，让 AI 学会在陌生概念间重组知识，而非原地打转。科学探索的宏大蓝图仍需人类科学家提供关键指引。